Close my eyes, I can see the stars. Close my ear, I can hear you still. 大河向东流啊，天上的星星它在走啊。If you're lost, I will find you again. 我走咱就走啊，你有我有全都有啊。谁都有啊，谁活的不回头，路见不平一声吼啊。曾经我以为爱情可以战胜一切，然而越来越多的争执让我不禁怀疑，难道爱情真的会被所谓的门当户对而打败吗？这是一个挺老的话题，这对年轻人的门户到底有多大的不对呢？掌声请出这一对，掌声有请。男嘉宾小华23岁，来自浙江，是一名设计师；女嘉宾小姚22岁，来自浙江，是一名学生。来，有请两位，有请。两家家庭悬殊很大。我家就住在杭州嘛，然后现在刚好碰到拆迁嘛，然后我爸妈就希望他能够到我家上门。这没啥悬殊，你家什么环境啊？我家是农村嘛，然后我也刚毕业1年多，他爸妈提供的条件就是让我当上门女婿。我觉得我爸妈辛苦养我啊，然后小孩跟他们姓，那我怎么对得起我父母呢？我爸妈这边的意见也没有说小孩子一定要姓他们姓，那我们可以生2个小孩，就一个姓他们，一个姓我们。我们家不能又出房子又出钱，然后还能陪嫁女儿。你可以等我2年，到时候我在杭州有一定的经济基础之后，我可以在杭州先买首付啊，到时候我们可以一起创造条件啊。可是我们必须在17年之前完婚啊！如果我们17年之前没完婚的话，这个政策过了，那我们这个房子不就拿不到了吗？那我家也拆迁啊，还可以拿20多万嘞。那你的20多万能跟我家100多万比吗？那个而且我觉得现在不仅仅是钱的问题了，我跟他品质上就在生活上条件也就相差悬殊很大啊。你给我介绍介绍啊。就是我们刚第一次约会嘛，然后他就带我去吃日料，但是我还挺感动的，没想到他就带我去吃6块钱的那种均价的那种寿司，他就觉得寿司就是日料的全部，然后吃个辣白菜吧就觉得是韩国料理。那日本料理不是就是吃的寿司吗？那我觉得他就是特别不愿意为我花钱。我哪小气啊，我哪舍不得为你花钱啊。那我平时我自己在外面上班的时候，我吃的面都是吃6块钱的好吧，然后我看你平时生活都挺讲究的啊，我哪都能带你出去，不是下馆子。他这种下馆子就是随便找个破烂地，然后就是随便点2个菜，而且点都他自己喜欢吃，就什么爆炒猪肝、牛杂羊汤啊，我都快吃吐了。我觉得羊汤蛮好吃的呀，暖和和的。暖和和的，你怎么不带我去吃海底捞呀？主持人他还有特别，他买一件衬衫啊，白衬衫，能花900块钱买一件衬衫。我自己在那个公司边上20块钱衬衫我就觉得比他们这个好。可是我当时也没买呀，我当时就是看见那件衬衫，我觉得挺好看的，然后第一时间就发给他看嘛，想问问他的意见。他倒好，他第一时间就说多少钱啊？我说900块，然后他就觉得特别贵，没必要，就觉得，但是我没花他的钱啊。那你当时一跟我说900块钱，那我肯定会生气啊。那我自己给自己买件好的，那买件衣服怎么了？他就衬衣是女装。对。钱是你自己的钱。对啊，我就没有花他的钱嘛，我就想问问他的意见，可是他就特别管住我，然后我觉得他钱没必要这么花呀，是吧？那你以后生活怎么办呢？他还有啊，买双篮球鞋，买个上千的，我就觉得他特别喜欢攀比，平时在朋友圈晒那些什么中午吃牛排啊，下午喝咖啡啊，我觉得你整天整这些有什么用呢？可是我为什么要炫呢？你曾经带我去吃路边摊，那我就只能跟我这小姐妹一起出去外面吃啊。我觉得我们在生活当中就没必要去晒这些东西啊，就普普通通生活就行了呀。平常你吃牛排吗？不怎么吃。那你干嘛不带他去啊？我就带他去了呀，就是有一次就我去喝咖啡嘛，然后我就拉他跟他一起去，然后他呢点了个美式咖啡，服务员端上来就喝了1口，他说怎么这么苦啊？这服务是没加奶和糖，他说。那我怎么知道咖啡是苦的？那服务员没跟我说份咖啡是苦的。那我一般平时去咖啡店那种咖啡都是甜的呀。那你不会喝，你可以跟我讲呀，他也不问我怎么喝是吧？那当时我也不好意思说，就是戳破他嘛，说他不会喝咖啡是吧？他还就是无理取闹的跟服务员闹起来。
这个事情也就算，就还有一个吃西餐嘛，就是我爸妈那时候第一次见他嘛，因为碰到这咖啡的事情了，我就跟他说你要穿体面一点，大气一点，就不要穿随便穿了一身。然后那天你知道他就穿的是什么吗？他就衣衫不等的就过来，然后还穿个人字拖，你觉得像话吗？你们在精神交流上可以吗？精神交流上还挺好的。哦，精神交流还行。但是他就看这种书啊什么的，就是那种故事会啊，然后看完之后还跟我说天花乱坠，就说什么故事会也能学到好多道理啊之类的。故事会怎么了？那里面有很多这些都值得我们学习啊。就然后还有平时就是我们也会去一些 KTV 唱歌啊什么的，然后我朋友嘛都会点一些什么陈奕迅啊之类的歌，然后你知道他唱些什么吗？他就唱些什么老鼠爱大米啊、小苹果啊、囚服啊这些，特别难听，特别受不了，就我觉得特别丢人。我唱怎么难听了？我觉得囚服啊是耳熟能详的歌曲啊。他整天自以为是嘛，就整天觉得自己有多厉害多了不起这样嘛。就是有一次嘛，他们公司啊，然后就来了个新同事，是留洋回来的嘛，同事就围过去问东问西嘛，然后他就特别在旁边特别不乐意，就说不是出过国嘛，有什么了不起，搞得自己谁没出过国一样。他一次说他也在准备什么出国留学的资料啊，然后什么签证啊，然后还有英语考试啊，每天晚上就背英语。那时候是准备报考啊，也有学呀。可是你后来还是没去啊，那有什么好嘚瑟的呢？你们俩这叫精神交流还可以啊，连个歌都唱不到一起，你们俩怎么混？你们俩谈恋爱谈了多少年？你告诉我。1年多。啊，你们俩这1年多过来还真不容易，吃不到一起，穿也穿不到一起，唱也唱不到一起。这交流也交流不到一起，怎么谈下来的这恋爱？这还能谈婚论嫁？我都奇了怪了。但是我也挺喜欢他的嘛，因为平时就是除了这些生活上一点小事情，他平时还是对我挺好的嘛。我蛮喜欢吃重庆火锅嘛，但是他那个经济条件怎么可能每次都就是我想吃的时候他就能带我去吃，一个火锅底料就要60-70，我就觉得他特别负担不起，所以我也没有说特别要求他带我去吃。然后有一次我就是到他家嘛，然后他就给我开门，结果他一把鼻涕一把泪的，我以为他怎么了，结果发现他就是在为我很辛苦的准备那个火锅底料嘛，就是为了做给我吃。当时我还挺感动的嘛。他自己给你做着吃。对。那你觉得他身上的优点是什么？你爱他哪一部分？就那时候因为我是他们公司实习嘛，然后就认识他了，然后当时我第一眼看见他，我就觉得他就特别高，特别帅，就是我就喜欢那种比我高，然后就那种最萌身高差嘛，然后我就特别喜欢他，然后就是我追着他嘛，然后我们一起上下班这样，然后就后来一来二往嘛，我们就熟了，然后他也觉得我挺好的，反正我挺喜欢他的，然后我就想让他到我家上门嘛。好像说你父亲对他还有一些看法是吧？是。我们听听他父亲怎么看这个未来的准姑爷吧，来听一听。我本来是不同意小姚找个外地的，但现在看来他们2个感情挺好，我现在为了尊重女儿们，也就勉强同意了。但是我是绝对不会同意女儿嫁到外面去的。我们女方这边给他们买房子了，就是希望小王呢，要是再到我们家生了孩子呢，姓氏最好是姓我们的。我们这边有个政策，结婚以后生了孩子呢，可以多分房子的。当然分到房子呢，也是归他们的。因为小黄现在可能经济条件不太好嘛，他是希望您能够给他2年时间。2年变数也太大了，我不可能叫女儿在他身上浪费2年时间。他的生活方式和我们家不太一样，我女儿呢从小也是冲着养的，我不希望女儿以后嫁过去受点委屈，生活变得像小王一样，所以我还是觉得让他们2人在我们的眼力底下生活比较放心。听明白了，喜欢他吗？喜欢。想娶她吗？想。你觉得你们之间这些差距都是差距吗？那些不算，但是我觉得最重要还是就是小孩跟他们家姓不太好。那你要入赘，孩子不跟他们家姓行吗？入赘可以，这是我最大的体现。那小孩子我觉得肯定不能跟他家姓。入赘又不姓人家的姓，那就不叫入赘啊。就是那个上门嘛，就是可以暂时在他家住一段时间也可以啊。他就觉得入赘就特别丢人。听明白了，你们家这想法也没错，要不然咱换个姑爷吧。那我就喜欢他嘛，我就舍不得他。不是，你也特奇怪，你喜欢会吃西餐的，你偏找一个不会吃西餐的，
那我觉得他可以改嘛。哦，你是打算改造他的是吧？对。那我明白了。我就喜欢他这个人。哦，老师们，你们看看怎么办吧？今天你们是帮助重新造人的，来，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姑娘，你说你喜欢他这个人，对吧？对。这个人是由什么组成的呀？可是我就是比较外貌协会嘛，就是喜欢他这样。那你就说清楚，你就喜欢他的外貌，对不对？对。但这个外貌就能带出手的那种。什么？就能带出手？这还不一定，他只能跟你走在街上，走在公园里，但进不去那西餐厅，怎么办啊？那我们就不吃西餐了。你能说不吃西餐是吗？那他呢，唱歌也不会你喜欢那些英文歌曲，他只喜欢看故事会，可以吗？那他耳濡目染，我看些什么书，我觉得他应该会我觉得他喜欢我，会跟我一起看。你是他妈呀！你要教他去学看什么书吗？教他去怎么吃饭吗？需要你教吗？你从始至终，你从你的言行举止当中都透露着3个字：优越感。这是一个男人最不能接受的，因为男人需要从女人那边得到欣赏与获取自己的尊严。你要爱一个人，就要尊重他，你就知道他喜欢什么，你是否能接受。不是说一味着只要跟你在一起，高高大大很帅气，你就得到满足了，那是他需要的吗？一个人是由方方面面组成的，外貌只是一个，而是最经不起岁月打磨的一方面。而最能够和你在一起生活的人，是要内在他的性格、他的喜好、他的价值观以及他的精神层面的那些东西。而真正的门当户对就是那个精神层面的东西，能不能交流，能不能沟通，是不是在一个频道上互动，那是过日子。而真正过日子都是别人不知道的，在家里头最狼狈的时候，我们互相还能坦然面对，还能够惺惺相惜呀。你要真喜欢他，第一要去搞定自己家里人，不要要求一个男孩到你那入赘，因为这个男孩他不能接受，他会很不舒服。你愿意看自己的爱人不舒服不开心吗？所以女孩学会怎么去爱，学会应该爱什么样的人。这个男孩可能帅，但他可能不是你心目中的那个人。我在听这个女孩说了很多男孩子你自己并不认同并不能合拍的一些生活理念，但是呢你还要说跟他在一起，我就真的无法理解，你这么喜欢一个人，但是你对他的生活的很多的一些行为和语言都是这么排斥。你们两个人，我们今天有一个主题叫门当户对。门当户对其实并不是说你喜欢吃牛排，他喜欢吃羊汤，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藏在这背后你们不同的生活背景。就是你们所选择的生活方式一定跟你的家庭有关系。那比如说你们两个人在某些程度上都觉得非常委屈，这是为什么？因为你觉得你的生活很正常，一直是这样，他的生活的理念也是这样。1000块钱你买了1双鞋，你觉得我享受的是品质。你1000块钱买了10双鞋，一双100块钱，每天都穿新的，你觉得很愉悦。双方如果单独都没有任何问题，但关键是如果你们两个人的这种观念如果要生活在一起，合并还可以，如果合并不了，那么这就出现差异了。我个人建议的原则，如果门不当户不对，你们两个人还必须要在一起的话，一个原则就是就低不就高。因为高对于他来讲很难爬上去，而你可以轻易的去下来，这就关键看你怎么去化解这方面的智慧，或你拥不拥有这样的一个观念。一位作家曾经说过，门当户对最好的解决方法就是彼此深爱。如果没有深爱的话，那门当户对就是一条悬崖和鸿沟。但是我看不出你们两个人的任何内心中很柔软的这种感觉，就是一种互相指责。你们不像是在谈恋爱。爱一个人是因为他是他，而不是因为他是谁。如果你爱一个人是因为他是谁，那你干嘛还找他呢？你所爱的是你投射在他身上想象出来的那个他，他所爱的也是他投射在你身上所想象出来的那个你。这个林徽因当初说这个徐志摩其实喜欢的不是我，
他喜欢的我是他用诗人的浪漫情怀所营造出来的那个我，其实他并不了解你。所以当一个人被另外一个人所迷恋的时候，最好不要高兴得太早。比如说你突然之间一个女生迷恋你，哇，好高啊，好帅啊，她喜欢的是她想象出来的那个你，而不是真正的你。千万不要觉得高兴，好像自己成为了对方的主宰，你只是一个拥有着良好外表和他不能够了解的内心的有缺点、有血有肉的男人而已。所以我们很多人在生活当中突然碰见有个人喜欢你的时候，你千万不要自鸣得意很开心，因为你根本不是他想象的那个样子。另外再说一点，无论是阳春白雪又或者是下里巴人，本来就没有高下之分，怕就怕有些人自认为自己是雅，就认定了自己有优越感，别人就一定是俗，就一定有卑劣感。而更可怕的是，有些人就认定了自己是俗，由此就产生一种自卑感，由此就会不装当成很会装，觉得什么东西我都懂，而内心对于所谓的雅产生了嫉妒。其实我们都是俗人，不过是现在生活条件好了一点，能够吃得起200-300块钱一顿的牛排，又或者是开得起100-200万的车，但我们骨子里就变得雅了吗？我看其实也未必。你也没有什么好自卑的。就像赵传所说的，不会吃西餐怎么了？其实生活中真正没有几个懂得真正吃西餐，该知道吃牛排应该挑哪块肉的。但是有些礼节还是应该注意，没有必要因为自己没有出过国，就把人家出过国的人贬得一塌糊涂。没有必要产生那样的嫉妒，一旦你产生这样的嫉妒，说明你内心已经开始变得自己也想接近那些，开始鄙视自己。不要忘本，你们俩是不适合在一起的。听你爹那么一说，我也觉得不适合在一起。最萌身高差不是爱情的主要因素，最主要的因素是虽然有最萌的身高差，但是因为我爱的他还是他，就这样。不要因为一段爱情就把自己丢了。知道最幸福的事儿是什么吗？最幸福的事儿就是你说走撸串去，他说太好了，而不是说走撸串去太土了，谁去撸串啊？你们俩现在就是这样。吃什么很重要吗？不是特别重要。什么重要啊？跟他在一起就才最重要。人和人之间什么最重要啊？平等和尊重吧。还有你，真爱他，生孩子跟谁姓？我觉得这是原则问题。跟谁姓？跟我姓。俩孩子，第二个孩子跟谁姓？跟我姓。我这么爱这个女人，这个女人给我生了2个娃，我让一个娃跟这女人姓有什么不好吗？口口声声说你爱她，爱她什么呀？他说老公这娃就跟我们家姓，就不行吗？还有一点就是，比如说2个小孩，是一个是生小孩，比如一个男一个女的，然后一个是跟家他姓，还有一个是跟我姓。让他们去上学，那小孩子说你怎么姓沈啊？你怎么姓黄啊？那如果问起来，那如果我跟我爸爸姓啊，我跟我妈妈姓啊。对啊，那如果他那个小孩子问我爸爸我怎么姓沈啊？那我应该怎么回答呢？就是小孩长大了嘛，然后就是5、6、7岁啊，6、7岁，你就说因为我爱你妈妈，对呀，所以我让你跟妈妈姓。我跟你说，这个事儿根本不是一个难题，你知道吗？要真爱，你们只能拿爱去填，否则这个坎儿就是过不去。2位自己做决定啊！费这么多话，只是希望你们想。我终于知道女孩子为什么还这么死结巴咧，还要男生。为什么？其实不主要是因为他帅，你主要是想改善下一代的身高，对吧？你父母肯定也这么想过。唉，跟你开个玩笑，那个意思是，你们家没想那么深远吧？也想过。哎呀，好了啊，时间留给你们自己吧。柔顺拉芳，黄金60秒。你觉得你是真的爱我吗？我真的爱你啊。你是真的爱我的外观吗？还是爱我其他什么东西呢？那我平时都做出这种东西，那你还爱我吗？我就是爱你这个人。你不是嫌弃我，你看不起我吗？所以我就是爱你的全部。那就刚主持人老师他们也说了呀，
你不是想只喜欢我的外观吗？我平时我做那些事情你都这个看不惯，那看不惯。平时生活上也蛮照顾我，我只是说跟你家虽然说有点差距，但是我也有努力往你家那边靠近啊。你真的是爱我的人，还是爱我的那个呢？我就是爱你这个人。两位请回吧，啊。来，请关门。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这小子应该悟到点什么。谁还记得是谁先说永远？